科技部长官还有各位学界的先进，大家好。今天很荣幸在这边代表团队来跟大家分享，我们最近做的一个题目就是建构防疫的第一岛链。那主要的目的是希望能够针对前一个演讲关于 monitoring， 今天我的报告也关于 monitoring， 但反而是说，我们没有办法取得到很多资料，例如，最近非常流行的这个武汉非典这件事情。那我们很想知道，在这个整个计划里面，我们很想问的问题，或我们很想知道的答案就是，到底武汉非典什么时候来台湾？我们怎么样子来建立一个方法论，或建立一个研究架构，来 predict 一个境外的疫情对于本地之间的威胁？要回答这个问题，好，这是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大纲。那为什么我们应该关注这个问题？应该不需要再做介绍，很重要。那为什么需要台湾？这是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一个内容。那我们会针对热带性疾病来去做一个初步的探讨。那所以我会跟大家说明，在整个热带性疾病这件事情的重要性，以及台湾在热带性疾病可以扮演的角色。那我们台湾的地理位置的这个立基点在哪里？在做一个国际疫情的时候，显然我们需要国际卫生的相关组织的支持，但我们没有所以这个主题的挑战性，以及作为台湾的研究学者，我们怎么去克服这个问题？那我们需要很多学术的帮忙，所以我们怎么样子透过这个计划的支持，去拓展一个学术研究的社群？那我们希望能够建立一个跨国、跨校、跨领域的研究团队。那今天会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这样建立了这样的一个跨校、跨领域团队的一些研究成果。那最后，我想用一些我们的具体贡献来作为我们整个计划的成果，包括在学术面的突破，然后包括在国际以及国内疫情上面的实务的协助，最后是对于全球卫生的意义。好，那我想针对这3个部分，最后作为我们整个计划的主题。第一个，我们在要回应整个全球疫情的扩张这件事情，我们在研究里面我们会用从蚊媒传染病来当例子。那对于台湾最严重的蚊媒传染病，那就是登革热。好，那所以这个是发表在近期2019年的一篇 Nature 里面谈到的一个登革热对于全球疫情的扩张这件事情。那可以看到这张地图所呈现出来的，这个红色代表的就是这个登革热可能危险的地区，在2015年。那未来可能你可以看到，我把这条线画出来，这条线是北回归线。好，北回归线开始慢慢，北回归线是介于热带、亚热带的一个 borderline。在这一条线，你可以看到慢慢。我们在东亚国家关心的事情是说，热带性疾病会慢慢往北移这件事情了。所以这件事情大概已经慢慢被一些温带国家或亚热带国家慢慢重视这件事情。那在这张图里面，请大家再看一下这条线，北回归线这条线所画过去，在亚洲这个地方画过去，经过的国家，相对来讲，只有台湾的资料是相对开放的。你可以看到这些国家，对于资料来讲，取得上其实非常不容易的。那再像我们在国际情势上面，我们几乎无法取得或相信这些资料。所以换句话说，我们在这个计划的挑战是，我们怎么样子用台湾的 data 来去 predict 国际疫情。好，那这个是我们想要因见沙克尔顿嘛，我们提出一个具有企图心野心的计划，就是台湾有非常好的 monitoring 的疾病的监测资料，那我们对于疾病的开放资料也是全世界数一数二的。那我们怎么样子用这么高品质的开放资料，对于全球疫情能够做出一些积极有用的贡献，是我们这个计划想要达到的一个目标之一。好，所以我们需要一个跨国的监测系统。那在跨国监测系统里面，因为你不可能知道，你要知道人家什么时候来这个地方，你当然知道到底境外到底发生什么事情。所以在2016年有一个 review， 这边 review article 里面回顾了，到底从过去到现在有多少的国际上有多少研究团队想要建立一个国际疫情的监测系统。好，那这边所 highlight 出来的包括它针对不同的监测系统的名字，包括这个服务的范围，可能有些只是针对欧洲，有些针对美洲，有些针对全世界。好，所以这边是这个监测的范围。那资料可不可能取得？
所以你可以看到有一些是全世界的，但是它的资料是受限制，因为它可能来自于国家跟国家之间的卫生部门的协定，或 WHO 之间的这种协定。那这件事情显然跟我国没办法有机会能够在这里面扮演积极角色。所以像这些资料虽然好像有，但是它是受限取得的，或是要一些 under 一些国际的 members 才能取得这些资料的分享。换句话说，在这边我们希望能够看到是有没有全世界或亚洲，那这边的 data access 我们希望能够有 public 的，对不对？好，那在这个情况底下，我们看看到底有没有这样的系统能够看。那经过这样的筛选，最后我们看到有几个红色框起来的，就是它的研究范围、它的监测范围涵盖亚洲或更多。那它的资料是 for public 的，好，那就是 public 的意思就是我们可以从网络上面下载。这件事情的功非常的大，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些系统。那个已经死掉了，就没在 run， 就是基本上要 maintain 一个这样的系统，可能没有那么容易。那现在在文献上面比较多的是这个prompt mail， 这个是一个会经过由人工的方式，全世界的疫情，它去 survey 全世界的疫情，那透过人工的方式去 review 每一个 report， 那再透过这是一个国际传染病学会的一个 project， 那它透过这样的一个具有官方 review 过之后的 report， 告诉audience 说到底全球的疫情哪些地方有 outbreak， 等一下我会在这个地方再多做一些说明。那另外一个就是 Health Map，Health Map 用了这个 prompt mail 的资料，再加上很多开放资料，像刚刚 Google 啊或什么的这些资料来去做这个疫情的 report。好，例如像这样，这个 prompt mail 基本上它的呈现方式就是这样，用 mail 的方式，用报告表的方式，用文字的方式去告诉你说，要用人去读，说到底哪个地方，什么时候爆发了几个案例和什么病等等，所以这个大概就是一个 text 的方式的一个描述的文字。那 Health Map 呢，基本上它就是去汇整这些文字上面 report 的 location。好，以及它的这个相关的这些 report， 包括像来自于这个各式各样的不同的 data sources。那他做的一件事情是，他把这些的资料好 map 在地图上面所呈现出来，所以不同的颜色好代表是颜色代表是这个疾病的这些多少等等，所以它这个是疾病的分类等等。所以在这边在这样一个这是一个这个哈佛大学这个 Boston Children's Hospital 里面。建立了一个目前现在我们能够知道国际疫情发生事情有什么疫情的一个相当重要的资讯来源。但是也仅止于此，就是说，如果假设今天是你用热带性疾病去做 search 的话，你会看到一个疾病的分布它的位置可能第一个解析度不够，它这个比如说整个中国这么大，它就是一点在这个地方，谁晓得在哪里？显然不是这个地方嘛，应该是指中国，对不对？那显然在中国的分布在哪里，其实我们不知道。那像台湾显然不会发生在这个地方，发生在这个地方，对不对？那显然这一点代表的意思，也不是它真的 exactly 的那个疾病发生的位置。所以在这个讯上面，大概只能给你一个模模糊糊在空间分布上面的一些概念。那在这个正确性上面，或是及时性上面，其实基本上大家会希望它能扮演更积极角色。但更重要的是危险因子。今天如果假设今天我知道这个疾病已经在这个地方开始有一些非常重要的疫情爆发，我想知道以热带性疾病来讲，我们想知道到底有没有下雨，这个地方到底有没有下雨？显然这也是一个需要从国际来的资讯。这个地方的，比如说它的植被分布是怎么样子，它的地方的整个气候状况怎么样？换句话说更重要是，今天我们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所以人会在地球上面跑来跑去。对吧？所以到底人如何在这个地理空间上面如何移动的？透过 airline， 透过航空网络如何移动？换句话说，在这样的一个图台系统上面所呈现出来的讯息，就只有 location。下一张投影片，这个是它的整个 data source 的部分，包括汇整了这些非常多的资料来源。但我们在谈的是第一个，除了我们爆发的时间地点之外，我们还需要什么？我们还需要的是，比如说疫情爆发的危险因子、温度、雨量、人口密度、土地覆盖等等，我们才知道说爆发点的那个地方到底会不会更严重。那我们想要知道的是，如果是以蚊媒传染病来讲，这个蚊媒的这个接触几率，比如说埃及斑纹、白线斑纹等等，在全球的分布状况是如何？
更重要的是，今天这个疾病会对我们台湾有影响，一定不是蚊子飞过去的，一定是人带着病毒飞过去的。所以跨国的这个移动的讯息，基本上这个也很重要。我们对于这个资讯系统的想象或期待，不应该只是疾病的爆发时间跟地点，而更重要是，如果我们有一个全球性的平台，这个平台上能够提供这些讯息，那我们就有可能打造一个全球的这个预警系统。所以这个是我们在这个计划里面的一个相当重要的目的之一。那今天我们也会在最后给大家呈现我们的这整个系统的样子，我们已经完成了这个部分。好，那接下来我们来谈境外这件事情。台湾透过这个航空网络，其实跟全世界产生关系。那床媒传染病是一个热带性疾病，所以显然每年的登革热境外入可以看到，基本上都是来自于东南亚的疫情，包括菲律宾是我们菲律宾、印尼，然后泰国等等。好，那你可以看到这3个不同的颜色代表台湾、日本跟韩国，所以显然我们把整个地区拆解成东南亚跟东北亚。东南亚就是刚刚的这些地方，跟南亚这些主要是我们讲的登革热的这种地方流行，就他们基本上就一天到晚都有。那这个对于我们有可能来的这种境外的风险，可能来自于台湾、日本跟韩国会关注这件事情。一旦刚刚讲的气候变迁暖化之后，北回归线已经不是那个热带亚热带的这个已经不再是这条线的时候，慢慢亚热带会变成热带，温带会变亚热带的时候，那这些国家一定首当其冲的面对到热带性疾病的威胁。好，所以我们就建立了一个跨国、跨校、跨领域的团队。那在上个这个月，我们邀请了这个菲律宾大学、马来西亚校区、马希朵大学、印尼大学，还有香港的中文大学跟城市大学的老师，我们建立了这样的一个合作网络。好，那在台湾的部分，我们整合了台湾大学，然后成功大学，然后台北医学大学，还有中央研究院。然后这些老师们的专长来自于地理资讯系统。遥测影像分析，然后刚刚讲运输的这个资料分析，然后资料文字的探勘，然后还有这个数学模型，然后社群媒体的资料等等，包括最后一个是流行病学公共卫生。换句话说，我们要回答刚刚这个问题，显然不是只是公共卫生医学这样的一个学科可以来面对这么复杂的现象，它可能需要来自于地理资讯的处理，可能来自于一些文字探勘需要电脑科学的合作，协助我们去 text mining 那样的文字到底代表什么讯息，可能需要交通的这个研究人员帮忙我们来分析交通网络所代表的意义以及可能的威胁等等。那我们最后当然是需要统计数学模式来帮我们 modeling。整个的这个风险评估，那为了让这件事情在国际上面有意义，还有产生我们国内的 social impact， 我们基本上跟疾管署还有这个我们的国卫院的这个文媒传染病防治中心，其实有非常密切的合作跟咨询。我们希望我们所 create 出来的 model， 基本上除了在学术上面可以发 paper 之外，更重要的是能够协助国内的疫情的评估，所以这大概是我们希望能够在社会面所产生的这个积极贡献。好，那这是我们在上个月我们在台湾举办的一个台湾跟东南亚的这个登革热跨国的流行，我们希望能够透过这样的一个会议，能够建立了解到底东南亚登革热到底发生什么事情，那东南亚的这些资料的这些研究，他们的这些特性跟台湾我们所面对到的有什么样的不一样？那我们希望能够透过实质上面面对面的这个讨论，建立一个实质的这个合作的 network 来纳入到我们这个计划里面来。未来我希望所谓第一岛链的意思，就像刚刚这张图里面所呈现出来的，我们能不能够在纵向的方向上，从印尼、从菲律宾、从这个香港到台湾，能够建立一个热带性疾病比较是纵向的一个这样观察面，来看看说这边登革热到处都是，慢慢在整个的一个变化过程当中，到底发生什么事情？那透过理解这件事情，我们可以进一步了解台湾如何去 predict 一个可能的这个境外的风险。好，所以接下来我们提出来的我们的解决方案，就是我们想要建立一个这样的一个图台系统。我们把这样的一个系统称之为叫做 Intelligence for Global Epidemic Alert and Response， 简称叫做 IGEAR 的一个叫 project。
那我们建立了我们的官方网站。好，那在我们的这整个的系统里面，刚刚讲很重要的是，它绝对不是只有疾病的发生的时间跟地点而已，它需要有境外的相关的讯息。好，包括这个航空网络，包括气温，包括雨量，包括人口密度，包括等等。所以第一个 database 很重要。所以第一个我们是希望能够建立一个在我们的合作的 network 里面，能够建立一个大家共享的资料库系统。在这个系统里面，我们可以去分享这些国际之间的这些资料。第二个部分就是当这些资料进来之后呢，我们可以去建立一个全球尺度的图台。好，那这个图台等一下我们会就是截图的画面大概类似像这个样子。那等一下我们会有一个系统 demo 给各位长官和学者来看一下我们现在的这个整个成果的部分。那最后是 analytics 部分，就当我们解决了资料的问题，当我们解决了视觉化的问题，最后就是分析的问题。我们可以把尺度从台湾延伸到台湾跟世界的关系，来去评估一个刚刚讲的到底这个境外疫情如何影响到台湾好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好，那 database 的部分呢，包括刚刚讲的从10年到19年的这个全球性的这个疾病的爆发，从刚刚的这个 ProMed 的资料里面，我们可以有这样的一个讯息。那有全球的这个 daily 的这个气候的资料，还有这个 airport 资料，这都是 global scale 的，然后都是 daily 的资料。所以我们知道每天在全世界的这些时间到底发生什么事情。那也希望能够透过这样的一个资料，知道疾病跟这些环境之间在全球尺度上的关系。那再透过这个遥测影像，我们可以知道植被的变化等等这些东西对于疾病之间的病媒蚊的影响等等。这是资料的部分。好，那除了刚刚的跟环境、跟生态有关的资料，很重要是在这个地球上面的人在讨论什么事情，那当然就是 social media。所以 social media 基本上有别于刚刚的遥测影像、刚刚的植被、人口密度、航空网络，它更具体的反映在这个地方的人是如何讨论登革热这件事情。好，那所以我们就有另外老师是针对这个 social media 部分去理解到底这个过去的这段时间里面，在这个我们的这个 BBS 站上面、PTT 上面的这个登革热的部分，那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希望能够 text mining 可以进来去理解讨论的部分。所以这个是我们的这个 social media 的这个分析的架构。我们是这个地理资讯相关的研究团队，所以我们更着重在 location 这件事情上面，我不想要知道大家讨论登革热那个时间趋势，更重要是在这时间趋势上的空间分布在哪里。好，那所以我们在这样一个描述里面，我们可以区分成哪些跟登革热有关的，时间地点有关的，跟一般致死有关的，我们可以去呈现，这个讨论的热度跟这个确诊病例的关系等等。所以这个大概是希望能够除了刚刚讲的实质的捕捉人口的移动之外，进一步能够透过讨论的这种社群的这种热点，可以知道到底这个东西跟疾病之间的关系是什么。那第二个部分是，当我们把这些资料全部整合进来之后，我们需要一个平台能够提供决策资源，所以我们就建立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平台系统。那网址在这个地方，所以如果各位有兴趣，可以直接 link 到这个网站上面去看我们的这个讯息。那我们这边是一个live demo 的网站，好，那我们可以很快这边就是可能点一下就可以，不是下面的。你用播放模式，这可能要等一下，可能要等一下，或是你直接连到那个你用播放模式连到系统展示的地方，我们直接去看它的这个。我直接边讲，然后大家边看。好，那我们在这边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系统展示的部分。第一个是整个 overview 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界面，包括第一个包括即时面板，把资料部分是 real time 的资料。所以各位如果连上网络上这边，所以可以看到是现在目前的即时的时间，然后这些即时时间里面的各式各样的讯息。好。全球尺度讯息包括什么？包括机场的分布，然后雨量、这个降雨，然后斑纹的密度等等。
然后机场部分是我们汇整了全球的机场跟它的航空网络量。然后这边可以看到这些每一个点代表有 report 的这个 location。好，那你点进去之后可以直接是区公热，直接点到区公热的报道的原文。好，所以你可以看到现在的网站讯息，然后直接 link 到这个讯息的来源。那现在就叠合这个各式各样的资料，包括雨量、气温，然后埃及斑纹的分布等等，然后这是植被，然后人口密度。好，那这些东西跟疾病的关系，其实透过视觉化的方式。那目前我们针对热带性疾病，所以包括登革热、区公热、断骨热等等，好，这些是斑纹。使用者可以任意点选一个国际机场，好，任意点选一个国际机场，好，那可以看到在这个机场上面，现在有的来这个机场的机场在哪里？到这个 location 的机场在哪里？那有红字的地方代表这个机场所在的国家有 outbreak， 所以你就可以算出个比例，到这个机场的境外的比例到底是多少？那对于境内来讲，这些有 outbreak 的地方，这个到底离这个机场有多近？所以一个是境内的冲击跟境外的冲击。那这个是机场部分，在这个可以呈现机场所在城市这个地方它的病媒蚊的这个几率，然后它的现在的即时气象，然后温度状况。好，那还有在这个地方的最近10天内的疫情的报道数等等。那这边是一些统计图表，可以看到病媒蚊密度跟这些气象的这些关系。那有红色就代表说有 report 的这个，目前现在最近10天内有 report 的这个 location。那这边就透过图表知道，一个是境内的疫情状况跟境外的疫情状况，圆圈的大小代表你离我多近，你离我多远，颜色深浅代表你有多危险。好，所以这边在视觉上面就可以看到，到底现在这个机场，大家来的这个机场，到底境内之内的 risk 是多少？境外的话，大家来这个机场的这个全球的机场的分布状况，有红色地方代表对方这个 source 对方的这个 risk 到底有多大？好，所以这个，然后接下来是历史面板的部分，历史资料就是刚刚讲的 real time， 这个是过去的资料。在过去资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在过去从10年到现在，整个时间尺度上面的空间分布，好，跟它的这是空间分布的部分，病例资料的部分。好，那这边当然是有一个可以查询的 range， 好，可以知道你要查哪一段时间，从10年到19年这段时间内，你可以查到这段时间内有报告的这个 report 的 number， 疫情爆发的这个 number。好，那下面部分就是各位可以看到，在下面的部分就是一个时间的这个趋势的部分。下面就是时间趋势部分，比如说以这个 Brazil 来讲，你可以看到它整个从这个10年到现在整个的这个疫情爆发的，那你可以用各种不同的 resolution 去看它的趋势。那你可以看到各种不同的 dimension， 你可以看全部的，可以看分疾病别的，可以看分资料来源别的。好，那你可以透过这个方式提供了一个更完整的这个讯息的资料来源，然后最后有 table 的方式，你可以看到这些资料来源等等的这些关系，大概是这样。好，所以以上这些大概是我们在资料的这个从资料库变成是 dashboard 一个面板。那最后我想要用一些时间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计划最重要的目的是，当我们解决了 database， 解决了资料，解决了visualization， 最后我们要去计算疾病的输入风险。所以我们的想法是这样，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的想法是这样，这个是东南亚，好，然后我们有很好的 high quality 的资料在这个地方，我们能不能够从我们台湾疾管署的境外移入资料来去推估？比如说菲律宾，刚刚讲跟我们很密切的国家，菲律宾的疫情是，我们没有菲律宾的资料，但我们能不能用台湾的境外入资料？比如说，在这个时间点，我们可以用我们台湾的境外入资料来去推估这个菲律宾的疫情，
然后透过理解菲律宾疫情，然后我们要去 predict 在这个 T 时间以后的境外入风险。好，那我们是想要做这样的一个事情，那很快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结果。所以我们的整个概念就是希望能够有一个来源国家，好，比如这来源国家，那透过什么？有2个影响因子，透过我们的刚刚讲的航空的交通网络，还有我们的 CDC 机关署本身的境外入的这些统计数据。好，那我们可以透过这个资料来去 predict 未来的我们台湾的境外入可能发现的时间等等。好，那所以这些。好，它的概念大概就是有一个概念图在这个地方。第一个，我们希望能够在 T 时间之内去 estimate 来源国家的疫情分布。那透过理解这个疫情分布之后呢，第2步我们可以去 estimate 在这个T 时间之后的这个疫情。那第3步还没有上去的，就是如果我们可以在台湾这边得到很好的预测，那我们就可以提供日本、韩国的境外入风险是多少。所以最后我们来看一下。结果哈，很快，大概30秒看一下，这个是我们台湾的，这个是我们境外入刚刚的这个图表，主要大宗是菲律宾，这个是来自于 WHO 的统计，以国家为单位的统计，这是2018年、2019年的登革热的这个数据。好，我们假设我们要猜的就是这个 pattern， 我们要猜就是这个 pattern， 就这个我们假如不知道，我们知道什么？我们知道这个。我们知道台湾的境外入，这个横轴是时间，每一个时间点是 CDC 统计的，每一个时间点发现来这个菲律宾的境外入的时间点，我们只有这个数据，我们能不能从这个数据里面反推回去这个刚刚讲菲律宾的疫情，好，那所以这是我们所估计出来的菲律宾的这个疫情分布跟它的这个95的这个区间。好，这是我们猜，就是我们用我们的 model 猜出来的一个这样的 pattern。那当然就是要验证嘛，对吧？所以我们叠起来，你看叠起来之后，你看到这个刚刚的蓝色这条线是 WHO 的刚刚的那个资料，那红色这条线是我们所预测的结果，还差一些 time lag， 但是你可以看到整体大致趋势上是不是 match。好，那接下来就是好，那如果假设这样的一个 model 被我们建立之后，我们能不能预测在 T+1时间之后的台湾的境外入风险？好，所以这个是不同的这个用不同的往前推的时间来去估计的结果。好，那接下来最后一个部分就是我们能不能够从T 时间，比如说我们以这个例子来讲，2018年的7月1号到底会不会发生境外入？所以我们用2018年7号以前的资料，比如说我们用2018年往前推90天的境外入资料来去推，到底7月1号以后。到底会不会有境外入？我们有实际资料，这里面每一个 bar 就是我们实际发生时间，我们假设都不知道，我们知道的是7月1号以前的这个时间点。好，那我们所 predict 出来的分布大概就是，所以等于是我们 predict 出来7月1号的境外入风险的分布是这样。这个意思是这一条线，它的意思是指说会发生第一个境外入的时间会落在第1天到这个刚刚讲第1天到10天，换句话说10天内会发生境外入的几率是0.9，所以大概这个。那比如说这个是发生第2个境外入病例的时间，对应下来是17天。换句话说，它代表意思说17天内会发生第2个境外入的这个几率，好是0.9，有0.9的可能，那个会发生2个的境外入的这个。所以我们用这个方式去分别去测试了18年的7月的这个时间点，然后18年11月跟19年的6月，分别代表疫情快速上升时候去 predict 的这个境外入风险，跟疫情慢慢在下降的时候，或是平常非流行季的时候的登革热境外入风险。我们来看看说，到底在不同的情境下，我们所预测出来的这个风险跟实际上面差在哪里？所以。最后叠上这个，这是实际的资料，叠上去这个就是说，这是我们所预测出来的几率分布。那这是真正发生的这个 event 的天数，所以横轴是天数 ，Y 轴是几率，所以这是我们预测出来的累积几率分布图。那这是实际发生的天数所对应到的几率，所以在0.8的 range 下，其实你可以看到我们所预测出来的第1个、第2个、第3个，乃至于最后的第7个其实基本上都在一个我们想象中的合理的 range 下。所以换句话说，我们希望能够用这样的一个方法来去 predict 这个未来可能会发生这个境外入风险的可能性。所以以上这个大概是我们很快介绍，这是我们最后一张投影片。所以在学术突破上面，我们有一些这个学术期刊的发表。
那比较重要的是在防疫食物上面，我们建立了一个全球性的虫媒传染病的疫情。除了疾病的 location 之外，我们把重要的危险因子整合在平台上面。更重要的是，我们的这整个的分析模式，基本上在今年的去年19年，在登革热的高雄登革热防治上面，疾管署的疫情中心还有国家卫生研究院已经开始采用我们的这个疫情分析模式，在实质上面的疫情的协助上面。那这个是在对国内的 impact 部分，但在国际上面，我刚刚谈到的，我希望能够谈台湾的地理位置上面的特殊性，它是介于热带亚热带的一个交界点。那在国家体制的特殊性，我们是在那条线上面唯一的开放国家，拥有开放资料的国家。所以台湾的 uniqueness 在于地理环境的特殊性以及我们的开放资料，我们希望能够用这两个台湾的特殊性来建立一个热带性疾病全球疫情的一个警哨节点，这是我们希望能够去推动的概念。所以我们这些系统慢慢，我们希望在未来的年度里面，我把它英文化，然后希望能够慢慢推展到东南亚。所以我们希望能够透过刚刚的跟东南亚的合作网络，把我们所建立的系统跟图台的部分，慢慢往东南亚的，不管是学界或者是他们的公共卫生界去推动，然后能够去建立一个至少是东南亚到东北亚尺度的这样的一个病媒蚊监测系统。那所以最后我们的愿景就是在东亚跟东北亚这个地区，我们希望能够持续去建立一个病媒蚊的这个监测系统，将台湾的整个防治经验能够延伸到东南亚跟东北亚。它的具体的意义在于，我们没有办法去杜绝或去灭绝东南亚的登革热的疫情，但我们可以对于我们的邻国，比如说韩国，比如说日本，在面对热带性国家的时候，透过我们的境外入风险，我们可以去 predict 对于全球我们的邻居去发布这个境外入风险的可能性。所以我们希望把这样的一个概念建立成一个在整个的亚洲尺度的一个这样的一个重要的研究节点。好，以上这个大概是我的报告，谢谢。